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所困扰。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自以为是、喜欢炫耀的人，他们总是努力展示自己的才华，试图在他人面前证明自己的优秀。有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直来直去、耿直到让人不舒服的人，他们总是坦诚到近乎残忍的地步，不懂得给他人留面子。但是在我们身边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似乎对周遭的一切都不甚在意，常常以一种略显糊涂、有些迷糊的状态应对生活中的种种难题。他们不争不抢，不急不躁，似乎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抱着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然而当你真正去了解他们时，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深谙世故、富有智慧的人。他们之所以常常表现得有些傻，并非因为他们真的愚钝，而是因为他们懂得韬光养晦、隐藏锋芒的重要性。是的，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聪明的人往往都懂得适时装傻的艺术。他们深知在某些时候，适当的收敛锋芒，不动声色的隐藏实力，才是保护自己，它是生活的最好方式。这种看似消极实则积极的生活态度，正是一种深藏不露的生活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和思考。聪明人装傻的10大智慧一：隐藏实力，保护自我。真正聪明的人从不轻易在他人面前展露自己的全部实力。他们深知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过于张扬只会为自己招来妒忌和麻烦，因此他们常常选择低调行事，尽量不引起他人的注意。同时他们也明白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某些领域我们可能并不如他人那般优秀，与其硬撑着要在短板上一争高下，不如学会退让，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真正擅长的地方。这样既能避免不必要的尴尬和难堪，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使自己在擅长的领域里持续发光发热。比如在工作中，如果你不擅长某个项目，与其勉强接下任务，最后做得不尽如人意，还不如直言不讳地向上级表明自己的想法，让优势互补的同事来负责这件事。又比如在与朋友聚会时，如果你不擅长某个话题，大可不必勉强自己去参与讨论，免得说错话闹出笑话。适时保持沉默，也是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2、选择性展示能力，不张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真正聪明的人懂得要选择性地展示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全盘托出。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适当表现一下自己的实力，赢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但大多数时候，他们更愿意低调地做人，不张扬，不炫耀。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和竞争，另一方面也能给自己留下余地，在关键时刻给他人一个惊喜。如果一个人总是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无所不能，一旦遇到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就很容易露怯，甚至成为他人攻击和嘲笑的对象。相反，如果一个人平时做事低调，在需要展示实力的时候再出手，往往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赢得他人的刮目相看。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比如在公司里，如果你平时工作不争不抢，甘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关键时刻再挺身而出，出色地完成一个重要项目，那你在领导和同事心中的印象分往往会远远超过那些平时高调做事的人。再比如在生活中，如果你不爱炫耀自己的学识和见解，但在大家遇到难题时能够侃侃而谈，提出独到见解，那你在朋友们心目中的地位也一定会水涨船高。3、在智慧与无之间寻求平衡。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即便是最聪明的人，在某些领域也难免会有知识的盲区和认知的局限。真正睿智的人懂得要在彰显自己智慧的同时，也要适度展现一些无知，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表现得略显无知，并不代表你真的愚钝，而是一种谦逊和谨慎的表现。它可以让你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赢得更多的包容和谅解，避免因过于高傲或自负而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同时，适度的无知
也可以成为你进一步学习和请教的契机，让你在不断的求知中更加完善自我。比如，在与他人的讨论中，如果你能适时地说一句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怎么深入思考过，你的看法让我很受启发，那无疑会让对方感到很受尊重，也更愿意与你分享他的真知灼见。又比如，在工作中遇到不熟悉的新领域时，如果你能坦诚地向同事或领导请教，虚心学习，那不仅能让自己尽快进入状态，也能让他人感受到你的谦逊和上进，从而赢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4、幽默化解尴尬，化险为夷。生活中难免遇到一些尴尬的事情，让人无地自容。这时，如果你能用一个幽默的笑话或机智的话语化解尴尬，常常能化险为夷，避免事态恶化。幽默是化解矛盾、缓和气氛的一剂良药，它能让原本剑拔弩张的双方重新找到共鸣，让本来尴尬难堪的场面重归欢笑祥和。而若能在幽默中巧妙地展现一些自嘲，那就更能让人消除戒备，赢得好感。同时，幽默也能展现一个人的情商和反应能力。在面对难堪局面时，若能不慌不忙，妙语连珠，那无疑会让人对你刮目相看，认为你是一个处变不惊、成竹在胸的高手。比如，在与客户会面时，如果你不小心打翻了咖啡，泼到了客户身上，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场面。但如果你能立刻自嘲地说一句看来我的手比嘴还急着与您交流啊，那瞬间就能把尴尬化解，还能博得客户的一笑。又比如，如果在演讲时你不小心说错了一个专业术语，台下发出一阵哄笑，如果你能不慌不忙地说一句看来我的舌头还没有我的大脑转得快，让各位见笑了，那反而能赢得更多的掌声和好感。5、维护他人面子，善良体贴。在社交场合中，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都希望自己的面子能够得到维护。一个真正懂得善良和体贴的人，在与他人相处时，常常会选择性地忽略一些对方的过失，给对方留足面子。维护他人的面子是一种需要智慧和修养的行为，它需要我们学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考虑，体谅他人的难处和尴尬。同时，它也需要我们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被一时的愤怒或不满所左右，而是用包容和善意化解矛盾。在很多时候，维护面子的行为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技巧，只需要一些简单的善意提醒或机智应对。比如，在聚餐时，如果你发现朋友衣着不慎，露出了一些不得体的地方，与其当众指出，不如轻声提醒，或找个机会帮他遮掩一下。又比如，在工作中，如果你发现同事的工作出现了一些纰漏，与其当面批评，不如私下委婉地指出，给对方一个修正的机会。善良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美德，懂得维护他人面子的人，往往也懂得如何尊重自己，如何与人和谐相处。他们的善意和体贴，常常能换来他人同等的尊重和善意，让生活中充满温情和信任。6、化干戈为玉帛，大智若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面对他人的挑衅或刁难，如果你能做到冷静应对，巧妙化解，不仅能避免矛盾升级，还能赢得他人的敬佩。化干戈为玉帛，化解矛盾并非都需要针锋相对，有时恰恰需要我们展现出一些大智若愚的特质。比如，在面对他人的挑刺时，如果你能用一些看似迂腐实则智慧的话语去回应，常常能出奇制胜，让对方无话可说。再比如，在面临争执时，如果你能主动示弱，用柔克刚，往往反而能让对方心生愧疚，主动放下成见。这种大智若愚的处世哲学，需要我们拥有一颗宽广的胸怀和一双洞察人性的慧眼。我们要学会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看清事物的本质，看清人心的所向。唯有如此，才能在棋逢对手时不突然以己之短攻人之长，才能在风起云涌时安之若素，泰然处之。当然，大智若愚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事事退让，任人欺凌，它更多的是一种智慧的展现，一种柔中带刚，以退为进的策略。透过这样的应对，我们既能巧妙地化解矛盾，又能在不经意间
给他人留下一个睿智通达的印象。7有原则和底线，懂得说不。聪明的人往往也是有原则和底线的人，他们懂得在某些事情上必须坚定自己的立场，勇于说不，这样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捍卫自己的权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或者违背原则的事情，这时如果我们一味的妥协退让，不仅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也会让他人产生一种随意欺凌的念头。久而久之，我们就很容易沦为他人眼中的软柿子，任人拿捏。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在关键时刻拿出勇气，坚定地说一个不字。这个不字，不仅是对他人的回绝，更是对自己的一种承诺和负责。它昭示着我们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对自己原则的坚守。当然，说不并不代表我们要恃强凌弱，目中无人。恰恰相反，我们要学会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注重方式和分寸。我们要学会用恰当的语言和态度去表达我们的立场，让对方能够理解和接受。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变通和权衡，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尽量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一个真正成熟和睿智的人，总是能在坚持和妥协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他们既不会因为一时的软弱而放弃原则，也不会因为一时的强硬而失去分寸。他们懂得，只有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勇敢地捍卫自己的底线，才能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赢得他人真正的尊重。8用聪明在正确的地方，不惹是生非。聪明的人懂得把自己的聪明用在正确的地方，而不是用来惹是生非，自找麻烦。他们明白，真正的聪明是一种睿智和通达，是一种远见和格局，而不是一种小聪明、小心机。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会遇到一些爱显摆、爱斗嘴的人，他们总喜欢在言语上耍些小聪明，试图在他人面前表现自己的机智和睿智。但殊不知，这样的行为非但不会给他人留下什么好印象，反而会让人觉得他们浮夸、狡猾，甚至是自私自利。与之相反，那些真正聪明的人往往不屑于在这些小事上浪费心思，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一些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上。比如，在工作中，他们会用自己的创意和见解去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去开拓一些新的领域。在生活中，他们会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去帮助身边的人解决困难，去为他人提供有益的建议。这种把聪明用在刀刃上的行为，不仅能让自己的才华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也能赢得他人由衷的敬佩和信赖。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那些真正聪明的人，往往也是最受欢迎、最有人缘的人，因为他们不仅有着过人的才华，更有着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聪明绝不意味着可以高人一等，随意评判他人。真正的聪明还需要与谦逊、礼让等美德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价值。只有当我们学会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恰当的地方，用得恰到好处，我们才能在人际交往中避免树敌引发不必要的麻烦，赢得他人真正的尊重和信任。9懂得适时退出，把握分寸。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我们往往不得不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或其他事务中，但真正聪明的人懂得，有时候适时的退出或抽身，反而是一种更高的智慧。他们明白，人的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都竭尽全力。因此，学会在恰当的时机及时止损，把握好分寸，才是一种成熟和理性的表现。适时退出，并不意味着半途而废或逃避责任，它更多的是一种战略性的撤退，一种为了更好的前进而选择的暂时退让。就像在下棋时，高手们常常会选择在某些时候弃卒保车，舍小而取大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要学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和节奏，避免陷入不必要的困局或纠缠。同时，适时退出也需要我们拥有一双明辨是非的眼睛和一颗淡泊宁静的心态。我们要学会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看清事物的本质和走向，判断出什么时候应该坚持，什么时候应该放手。我们也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不要过于执着于一时的得失，而要以更宏观和长远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人生。正如古语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虽然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但也要学会顺应天时，听从命运的安排。当我们在某件事情上已经付出了足够多的努力，却依然得不到预期的结果时，也许就是我们应该适时退出的时候了。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耗，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把握新的机会，开拓新的局面。时看透不说透，活得通透。在复杂多变的人世间，我们往往会遇到许多难以言说、难以理清的事情。面对他人的错误和局限，我们可能会有一肚子的不平和抱怨；面对生活的困境和波折，我们可能会有满心的苦楚和彷徨。但真正聪明的人懂得，有些事情看透了不一定要说透，学会把心中的困惑和思索埋藏在心底，用一颗平和豁达的心去面对人生，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通透。所谓看透不说透，并非要我们对他人的过错视而不见，对生活的艰辛熟视无睹，它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平静和笃定，一种超脱世俗、洞悉本质的生活态度。当我们学会用一双洞察的眼睛去看待世事，用一颗宽容的心去对待他人时，许多看似矛盾和困扰的问题，其实都会迎刃而解。同时，看透不说透也需要我们拥有一定的口德和修养。在许多时候，一些尖锐的批评或犀利的言辞并不能解决问题的本质，反而可能会伤害他人的感情，引发不必要的争端。唯有学会在恰当的时机，用恰当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才能真正赢得他人的理解和认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对一切都保持沉默，对真理和正义都置之不理。有些时候，我们依然需要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原则。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学会用一种柔软和智慧的方式去影响他人，去传递自己的思想。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哲学，往往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那些真正聪明和通透的人，往往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一颗从容淡定的心。他们不为世俗所扰，不被外物所惑，始终以一种超然物外的姿态去审视自己的人生，把握自己的方向。正如老子所言，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唯有心存大道，秉持智慧，我们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人世间活出自己的通透和从容。我们不难发现，所谓装傻，并非真的要我们做一个愚钝或迷糊的人，它更多的是一种深谙世故、洞悉人性的智慧，一种韬光养晦、不动声色的策略。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懂得适时装傻，恰恰是一种深藏不露的生存智慧。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装傻并非是一种标准答案，更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在不同的环境中，在不同的人面前，我们可能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式。有时，我们需要大智若愚，用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化解矛盾；有时，我们则需要直抒胸臆，用一种坦荡磊落的态度面对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要学会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地运用这些策略，做到心中有数，运筹帷幄。同时，我们也要明白，装傻绝不是一种逃避或推卸责任的借口，它更多的是一种心态和方法，一种在复杂环境中保全自我、实现目标的手段。在运用这种策略时，我们依然需要保持一颗善良和正直的心，依然需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装傻的过程中不迷失自我，不违背本心。难得糊涂，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古语，它告诉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聪明和糊涂并非对立的两端，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整体。真正的智者往往懂得在聪明和糊涂之间把握分寸，懂得用一种更高远和通透的眼光去审视人生。而这装傻或许正是他们用以淡定处事、从容应对挑战的秘诀所在。让我们都学会用一种睿智和豁达的心态去对待生活，学会在恰当的时候装傻，在适当的时机展现自我。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保持一份难得的清醒和淡定，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也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在装傻中悟出人生的真谛，在难得糊涂中参透生命的意义。总而言之，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懂得装傻的艺术是一种深谙世故、洞悉人性的智慧，是一种韬光养晦、不动声色的策略。它教会我们在恰当的时候隐藏锋芒，在适当的时机展现自我，在聪明与糊涂之间把握分寸，在进与退之间找到平衡。当然，我们也要明白，装傻并非意味着真的要我们做一个愚钝或迷糊的人，它更多的是一种心态和方法，一种在复杂环境中保全自我、实现目标的手段。在运用这种策略时，我们依然需要保持一颗善良正直的心，依然需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装傻的过程中不迷失自我，不违背本心。人生如一局棋，有进有退，有攻有守。那些真正厉害的人，往往懂得在恰当的时机出棋，在合适的位置落子。他们不为一时的得失而惶恐，不为一时的荣辱而沾沾自喜，而是以一种更加长远和宏阔的眼光去审视自己的人生，把握自己的方向。让我们都学会用一种智慧和豁达的态度去对待生活，学会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保持一份难得的清醒与淡定。让我们都拥有一颗善良而正直的心，拥有一份坚定不移的原则和底线。也让我们都懂得在恰当的时候装傻，在适当的时机展现自我，在聪明与糊涂之间游刃有余，在进与退之间从容不迫。生活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注定会有坎坷和曲折，有苦难和磨砺。但只要我们怀揣一颗智慧和坦荡的心，只要我们懂得在冷暖人生中积蓄力量，在纷繁世事中淬炼自我，我们就一定能走出困境和阴霾，迎来光明和希望。愿你我都能以一颗睿智和豁达的心去领略人生的悲欢离合，愿你我都能以一份坚韧和执着的意志去对抗生活的风雨坎坷。让我们携手前行，用智慧去点亮生命，用真诚去温暖世界。相信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收获属于自己的那片灿烂天空。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